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不灵了，霸总烂剧，我真克不动。刚聊完古偶热，风头未过，现代偶像剧又夺回了主动权，还是老一套的配方。徐凯谭松韵首播收视夺冠，话题热搜不断，但两个名字引发了老妹儿的警惕。九月熙、杨千子，前者是原著作者，据改编自他在晋江发表的小说《你比北京美丽》，但此前他曾多次因抄袭事件陷入争议，更被网友评为融梗天后。后者是编剧，代表作品豆瓣4.3分的《以爱为营》，烂，似乎板上钉钉，但无趣才是致命伤。恋爱大过天，流水的现偶，铁打的剧情，什么职场、商战、励志，最终都离不开一个主题：恋爱大过天。在这部剧中，你能看到很多熟悉的剧情，集一场模式化的都是霸总偶像剧。第一集就已落入俗套，典型的玛丽苏式开场。男主韩廷徐凯是一个典型的霸道总裁，帅气多金，性格与其他霸总无异，冷漠无情，高傲腹黑，在商场上雷厉风行，是个堪称完美的强势男人。再看女主纪星谭松韵是一名职场打工人，毕业于名牌大学，职业是最为辛苦的工程师，但她却每天光鲜亮丽，看不出一点班味。能力是全公司最牛的，但这样的她还是没钱。这便是灰姑娘和霸道总裁的惯用模板吧。但故事的俗显然不止于此，连相遇都如出一辙。一次早八上班，他们意外撞车，还是看烂了的老招数。纪星骑自行车躲他人，不小心撞到了韩廷的豪车，为此他留下了联系方式，也让韩廷注意到了他。这不是我上学时候暗恋的女孩吗？我为她守身如玉这么多年，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让我们再度相遇。然后纪星匆忙赶到公司向客户总裁汇报项目，一转头发现这总裁就是韩廷。在霸总文学的世界中，所有一切都是推动他们恋爱的辅助工具。比如韩廷作为总裁，日理万机，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主，但整天正事不干，就知道盯着女主看，一向冷酷不留情面的他，竟然会多管闲事，为了女主放水。能让总裁变成恋爱脑，这女人真不简单。再比如纪星一见面就对韩廷产生了误会，觉得对方高高在上，一回到家就开始疯狂和闺蜜吐槽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纪星表明自己不被尊重的状态，闺蜜却突然嗑起了 CP。 你俩之间就没有点那个意思？整整2集剧情都在这样的偶遇巧合之下发生，明示加暗示，不管事情多重要，都没有谈恋爱重要。集体打酱油，毕竟是玛丽苏剧，恋爱最大在所难免。但最让老妹儿感到失望的是，这剧通篇充斥着过时的套路，就连剧情都几乎全部趋同。你可以在任意晋江文中找到同款。第一，霸总登场，一定是一身黑色风衣，走路带风，助理在旁，时刻等待总裁吩咐下来的工作。即使在车里的通勤时间，总裁也分秒必争处理文件，不留一丝空隙。未见其人先闻其名，公司同事听到总裁要来，都开始不认真工作，一心八卦花痴。第二，恶毒女二，在总裁的身边，一定有个能力强且颜值高、肤白貌美但心怀鬼胎的女二角色。因为暗恋霸总，对原本善良单纯的女主心生妒忌，处心积虑到处给女主使绊子。第三，女主遭遇，人美心善能力强的女主身边一定隐藏着不少的嫉恨，因为漂亮，还时常会遭到同事上司的性骚扰，但对于这种事，她一定不会忍气吞声。
一起事件引起全公司同事的仇恨，所有人都站在性骚扰的领导这边，女主只能吃哑巴亏，还可能面临着诽谤的罪名。在事情陷入死局无法处理时，一定是总裁出面帮忙，还女主清白。第四，炮灰男友。在感情上，女主一定有个极其优秀的男友，但最终却因为与总裁相差很远，有某些道德问题而跟他分道扬镳。以当前的剧情可以预判，男友很可能会出轨她的闺蜜，伤透女主的心，沦为前夫哥。更别说剧中还满是缺乏生活常识的。第2集，为烘托男女主上学时候暗戳戳的暧昧，专门设计了一个2人共同投喂一只流浪猫的剧情。结果镜头一转，你管这只漂亮又干净的纯种布偶叫流浪猫，看这颜值，市面上少说也要4位数起了吧？再到女主要出场参加宴会，领导特别通知她记得要穿得漂亮点。为此，女主还找来2位闺蜜帮忙搭配打扮，其中1人还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珍藏款给闺蜜撑场面。看3人的表情，老妹儿以为即便不是什么品牌高定，也得是个雍容华贵的小礼服吧。然后就看到了这件奇丑无比的黑衣服，怎么形容呢？跟我老跳广场舞的小黑布鞋搭配一起刚刚好。剧情没新意，编剧没常识，就说这剧要低质到什么程度才能夸出口啊？土狗也不吃垃圾。晋江文学总有受众，即使是烂俗极致也有观众表示，我是土狗，我爱看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喜好，这本没有错。但这种劣质烂俗剧情看多了，难免也会有种土狗也不吃垃圾的无力感，毫无逻辑，满屏俗套。单一为恋爱而刻意营造的剧情，只会让观众感到疲倦。反派就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的阻挡，正方则是全无理由用尽全力的推动，暗生情愫，宣布相爱，心生矛盾，化解困境，修成正果。所有偶像剧都是同一套路。其实90、00一代的大家都是看台湾偶像剧过来的，虽然而今再看也满是漏洞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能看到剧中的每个角色人物都设计了五花八门的动机、情感和人物关系的合理性。恶作剧之吻讲述的是女追男的纯爱，笨蛋原乡情永不放弃的真挚热烈，打动了充满距离感的校园男神江直树，而他的喜欢也是源自对强者的倾慕。流星花园，每个角色都因爱而转变，原本霸道恶劣不近人情的道明寺，在看到坚韧努力的山菜后，也会产生内心的变化，也开始学会去共情体谅。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联系删除。反观现在的偶像剧，不关注剧情的俗套和逻辑的缺乏，一个劲的营销颜值和根本不存在的 CP 感，这样的审美疲劳之下，观众也难免感到无趣。对此，老妹儿也只能说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这个土狗也要生气了。